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GLTV 战术车辆吸取俄乌冲突经验，安装25毫米大毒蛇炮塔，战术卡车变身装甲车。俄军米28N 夜空猎手重型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乌克兰打赢哈尔科夫之战，大批俄军主动后撤，精彩节目即将开始。奥什科什防务公司近日在该公司研发的4门轻型战术车辆上安装25毫米链式炮单人炮塔。奥什科什防务公司表示，这种设计将让灵活的4轮战术卡车变成快速机动的直射火力平台。据该公司称，欧洲装备 GLTV 的国家对在现有型号上安装更强大的武器系统特别感兴趣，以用于在俄乌战争中类似的城市战斗场景。该公司发言人还表示 ，GLTV 的4门版已经向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推销。该车车顶可以安装一座约翰·科克里尔装甲武器站，配置 M232 型25毫米大毒蛇链式炮，炮塔内有150发弹药，车体内还配备有155发备弹。M232 链式炮理论射速高达每分钟200发，有效射程为2000米。配备这种武器之后，可以让 GLTV 击毁包括部分坦克在内的大多数装甲车辆。炮塔内储存的150发弹药有装甲保护，另外155发炮弹装在 GLTV 车体内，占据一个座位的空间。与其他的遥控武器站不同， GLTV 配备的武器站炮塔有一个中央舱口，允许车组人员向外观察或进出车辆。舱盖采用铰接设计，并能够垂直升起。这样的设计，即便打开舱盖进行观察时，舱盖仍然能够提供人员的头部保护。炮塔舱盖也可以拆除，让士兵站在舱口中。关闭舱盖后，成员舱对爆炸物的防护水平与防地雷反伏击车相当，火力与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相当。同时又具有悍马越野车一样的快速机动能力。除此之外，这种炮塔还可以安装一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40毫米烟雾弹发射器，以及水平安装在炮塔右侧的双联装标枪反坦克导弹。GLTV 配备的炮塔采用铝合金焊接结构，可以配备多种主武器，能安装 M230LF 型30毫米机炮，这也是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主炮。M232 型25毫米链式炮，主炮俯仰角为-10度至60度，皆可由电动系统控制360度水平旋转。这样的射击自由度使其在城市作战环境中非常有效，并能够兼顾小型无人机等空中威胁。炮塔还可以根据需要加装5级防护水平的附加装甲。奥什科什防务公司表示，俄罗斯乌克兰的武装冲突证明了轻型车辆需要配备这种与现代城市作战相关的武器系统。M242 25毫米链式炮与美国陆军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LAV-25 步兵战车相同，因此将其安装到 GLTV 上，使得该车辆火力显著提升，同时又保持了与其他现役系统的通用性。对于美军而言，降低了后勤和维护方面的压力。俄军米28N 夜空猎手重型武装直升机被击落。近日，又一架俄军的米28N 武装直升机在哈尔科夫被击落，这是第2架有确切残骸证据的被击落的米28直升机。这架米28的机身编号为 RF13654。这架武装直升机很有名，从2017年开始就作为样机参加航展，在俄罗斯举办的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中也曾作为样机展示。然而，就是这样一架明星飞机也被打了下来。第1架被乌军击落的米28直升机是在上个月被英国星光防空导弹打掉了尾梁而坠毁，可能是在战场上出现的少的缘故。总体上，米28的损失少于卡乌2。俄军是从2013年开始正式接收米28N 武装直升机，加上之前服役20-30架早期型，俄军目前大约有100架左右的米28N。这次坠毁的是一架米28N 夜间型武装直升机。这种武装直升机主要部署于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布琼诺夫斯克空军基地。米28N 是前苏联时期米28浩劫的夜间作战改良型，在俄罗斯有夜空猎手之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经济拮据，未能大量装备该机。
上世纪90年代，为了争夺俄罗斯新一代战斗直升机计划，米里莫斯科直升机厂在米28武装直升机的基础上，研制了新型的米28N武装直升机，主打夜战和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米28N的火力十分强劲，机头下方炮塔内有一门改进型 2A42 型30毫米机炮，机体两侧有一对短翼，短翼外部挂架上可吊挂多达16枚 AT9 旋风反坦克导弹，射程为800至6000米，可以击毁现役任何主战坦克。短翼内侧挂点还可以携带2个20枚57毫米或80毫米火箭的火箭巢，或者多个130毫米火箭弹。为了提升夜间和恶劣环境下的战斗力，米28N武装直升机装备有地形自动跟踪系统和多路通信系统，在主旋翼桨骨上方还安装有毫米波和厘米波双波段雷达系统，使得米28N武装直升机可以在完全漆黑的气象条件下作战。米28N武装直升机防弹性能优良，驾驶舱前面装有防弹玻璃，驾驶舱周围有防弹装甲保护，其陶瓷装甲板能经受子弹的多次打击，机体关键部位能够承受23毫米穿甲弹的直接射击，包括主减速器在内的所有重要部件和系统也都有防弹屏蔽设计。然而，作为一架直升机，再厉害的防护也挡不住一枚防空导弹的袭击。所谓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乌克兰的低空几乎成为俄军武装直升机的目的。乌克兰打赢哈尔科夫之战，大批俄军主动后撤。近期，随着俄乌两国集结重兵，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展开大规模冲突之后，外界对于谁能赢得这场关键之战十分关注。俄军在顿巴斯正面战场上虽然经常受挫，但在整体上依然占据着优势。然而好景不长，各路媒体已经注意到，俄军已经开始从哈尔科夫市撤离，大批俄军开始主动后撤，并炸毁沿途的桥梁。目前，乌军正在发动反攻快速穿插，甚至已经打到了俄罗斯边境，随时可以攻入俄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地区。这让美国方面一度十分惊讶，认为俄军的表现实在令人迷惑，很可能是在故意后撤，设下陷阱。但是最新的情报显示，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乌军在哈尔科夫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乌克兰国防部也表示，在哈尔科夫的反攻十分顺利，乌军从东部和北部两个方向发动反击，个别部队已经推进到了俄边境。乌军的目标是切断连接俄罗斯本土和顿涅茨克的后勤补给线，从而迫使顿巴斯地区的俄军在补给不利的情况下撤退。有分析人士认为，俄军统帅部可能判定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哈尔科夫的控制权，因此选择暂时收缩兵力，将主要资源投入到更关键的顿巴斯战场上。当然，俄军制定的战略目标也伴随着前线部队的进攻失利而一再改变。再这样打下去，不知俄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会不会就变成了坚决抵御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俄军这样的表现，其还能在乌克兰战场上坚持多久？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